今天陈老师就来教西班牙文的念法。这个字念作 欢迎来到陈老师古典吉他，我是陈老师。这次要介绍一首小巧可爱、旋律又非常好听的小品。我觉得它真的是可爱到，如果你在睡前的时候听，等到睡着之后，可能会边笑边做梦的程度。但不知道为什么，即使是在古典吉他界听过这首歌的人也不多。所以希望透过这部影片，能够让更多的人边笑边做梦，能够让更多人认识这首优美的曲子。大家看到曲名是西班牙文，可能会觉得很难念，所以今天陈老师就来教西班牙文的念法。这个字念作 music box，music box，music box。这个字念作 cajita de música。在西班牙文中 ，cajita 是盒子的意思 ，música 是音乐，所以这个字的意思就是音乐盒。这首曲子是由乌拉圭音乐家 Isaías Savio 所作。Isaías Savio 出生于西元1900年，在他年幼时曾经学过几年的钢琴，但最后仍然选择了古典吉他作为他奉献洋溢才华的依归。Savio 在1931年定居于圣保罗，同时也在圣保罗音乐院担任古典吉他教授。他不仅培育了许多优秀的作曲家及演奏家，也留下不少受巴西民间传说启发而创作的音乐作品，堪称是近代古典吉他史上重要的音乐家。在面临人生道路的选择时，有时候也是非常神奇。如果萨比欧当年没有选择古典吉他，而是继续学习钢琴，也许我们今天就听不到这首优美的小品了。这首曲子的长度不长，结构简洁，使用的和声也不复杂。但是真正厉害的作曲家，就是有办法用最简单的元素，去创作出单纯却又感动人心的作品。它是E大调曲子，乐曲本身听起来也的确有大调典型的明亮温暖的感觉。但是这首曲子很妙的地方在于，它的高音旋律部分从头到尾都是使用泛音来弹奏。那泛音又可以制造出类似空灵、轻巧，甚至有点类似水晶音乐的精致感。正好综合了大调里比较阳刚强烈的部分，也让整首歌听起来更有音乐盒的感觉。会不会有观众不知道音乐盒长怎样？老师，您有音乐盒可以给大家看看吗？哦，好啊，我这里正好有一个音乐盒，那它就是把盖子打开就会有音乐，像这样。好，那把盖子盖起来，音乐就会停止。老师等等，那个东西真的是音乐盒吗？对啊，你没有听到音乐吗？而且如果你听到一半肚子饿来，可以像这样。大部分的曲子，我如果说保守一点，大概有80%以上吧，都是从主和弦开始，中间经过属和弦，最后回到主和弦结束。主和弦会给人安定的感觉，就好像待在家里一样，会有一种熟悉的安心感。相对的属和弦则是充满不安定感。当遇到属和弦之后，你会很想赶快前进到主和弦来解决这个冲突感。但我们看这个曲子会发现，它的开头竟然不是主和弦，而是属和弦。所以你在听的时候，可能会有一种这首歌怎么好像没有开头，似乎有一种是从中间开始弹的感觉。我觉得像这样一个特别的写法，在这里是一个很棒的巧思。因为像我们真正在听音乐盒的时候，或是在听真正的音乐盒的时候，通常不会刻意等到整首歌都播完才把盒子关上，往往是播到一半就盖起来了。所以当我们下次再打开来听时，一打开盖子，音乐会从中间的地方开始播放。所以这种从属和弦开头的写法，正好还原了听音乐盒的真实感跟自然感。一听到这样子的开头，就好像我们真的只是很随性的打开音乐盒，要来听上次还没有听完的音乐。在 A 段的地方会出现这个很漂亮的句子，这个句子在 A 段中有着最高的音，所以我们很容易注意到它，也很容易对它产生亲切感。进入 B 段后，突然跑出一个更高的音，会让你觉得，好像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了。
正当你感到陌生的时候，就在下一秒。出现的竟然是 A 段中这一句亲切的句子。可能有人会想，这不就只是把完全一样的音复制贴上而已吗？但实际上听起来你不会觉得重复或单调，相反的，它给人一种加倍的熟悉感跟安心感，因为你在陌生的 B 段中遇到一位亲切的老朋友。会知道这首歌是因为大学时的一位朋友。当时这位朋友制作了一本书，书名是《交响集》，书里收录了我们3人的作品，包括一些文章、诗词，还有一些随笔跟书信。另外也录了一张 CD， 这首音乐盒就是其中一位朋友在 CD 中录制的曲目。最近因为要介绍这首曲子，所以我翻开了《交响集》，但是却意外发现，我好像打开了一个消失多年，但是又重新找到了音乐盒一样。里面的一字一句都像是曾经听到一半的旋律，怀念中带着孤寂，陌生里伴随熟悉，有好多的音让人流连忘返，好多的回忆与遗忘，舍与不舍都在字里行间。我想每个人的心中都会有一个音乐盒，可能是一本书、一封书信，甚至是一张相片，平常不会特别想去打开它，但也许会在一个偶然的机缘下开启。到那个时候，我会希望自己能够想起这首萨比欧写的音乐盒，因为无论那段尘封已久的回忆是喜是悲，这首曲子都能带给我些许心灵上的慰藉。刚刚在影片中提到一些基础乐理，不知道对于没有学过音乐的朋友会不会觉得太困难呢？如果你想进一步了解和弦的关系，推荐你可以去看好和弦的这一部影片，它的讲解相当精彩，而且简明易懂，就算是没有学过音乐的朋友，也很容易消化吸收哦。我把影片连结放在下方资讯栏，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看哦。最后为各位带来音乐的演奏。
由于人工泛音的技巧相当讲究右手触弦的精准度，只要产生一点点偏差，就没有办法发出扎实饱满的泛音。所以整个弹奏过程中，眼睛必须一直看着右手，也就是要在几乎不看左手的情况下弹完整首歌。如果你觉得这样很难弹，但是又很想练这首歌的话，建议你可以像这样，先把泛音拿掉来练习。这样一来，不只会好弹很多，听起来也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哦。因为有很多人表示看不懂五线谱，所以这次陈老师花了点时间编写了6线谱。如果有需要的话，赶快到影片下方资讯栏下载吧。另外，泛音也相当考验琴的好坏。如果你觉得自己的泛音怎么弹都不满意，也许可以试着在不同的琴上弹弹看哦。之前有许多观众朋友来信询问陈老师使用的吉他，本次录音使用的吉他一样为李金泉老师制作的全单板手工吉他，不仅音色甜美、音质饱满，价格也相当实惠。如果你最近要升级吉他的话，推荐一定要试弹看看哦。你喜欢这次介绍的曲子吗？音乐盒对你来说有什么特别的意义或故事吗？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跟我们分享哦。感谢您的收看，我是陈老师，我们下次见。却意外发现自己好像打开了一个消失多年又重新找到的音乐盒。里面的一字一句都像是曾经听到一半的旋律。老师，不好意思，你的书好像拿反了。我这里正好有一个音乐盒，那它就是打开就会有音乐哦，像这个。而且如果你听到一半肚子饿了，你还可以像这样。怎么打不开？为什么要写这么奇怪的企划？我明明是很震惊的音乐知识型频道啊！这里正好有一个音乐盒，那它就是打开之后就会有音乐。可以不要用泡面吗？那个马赛克很难上哎。可是等以后有赞助，你就不用打码了啊。谁会赞助泡面给音乐频道啊？